Maybank 計劃掏出 4.83 billion 向 Aegis 買下 Etiqa 控股公司最後 30.95% 的股權。如果交易獲批並完成， Maybank 的持股會從 69.05% 提高到 100%。不是買下一間新公司，而是買下原本已經控制的公司最後那一部分經濟權益。很多人看到新聞標題可能會以為 Etiqa 從今天開始才正式搬進 Maybank 這個家，其實他早就在裡面住了很多年。 Maybank 本來就持有 69.05%， 早就控制這家公司。更奇怪的是，按照2025財政年的數字來算的話，交易完成以後 Maybank 的 EPS 只會提高 0.81%。所以真正的問題是，為什麼最後這 30.95% 值得 Maybank 付 4.83 billion？ 很多人看到這單交易，第一反應可能是 Maybank 終於把 Etiqa 買下來了，其實不是。Maybank 原本已經透過全資子公司 Etiqa International Holdings 間接持有 Maybank Aegis 的 69.05%， 所以 Maybank Aegis 早就是 Maybank 集團的子公司。換句話說， Etiqa 的保險收入、付出去的索賠、員工成本和最後賺到的盈利本來就已經出現在 Maybank 集團的賬本裡面。你可以把它想成你和朋友合夥開一間店，你擁有 69%， 朋友擁有 31%。 這間店每天賺多少錢，付多少租金，請多少員工，本來都已經算在你的集團裡面。現在你花錢把朋友手上的 31% 買回來，店還是開在原來的地方，招牌沒有換，員工沒有突然加倍，外面排隊的顧客也不會因為股東換了就突然變多。真正改變的是，到了分錢的時候，以前要分 31% 給朋友，現在全部歸自己。放回 Maybank 就是以後 Etiqa 屬於 Aegis 的那一份經濟利益也全部歸 Maybank。根據2025財政年的表現來做對比，這項交易預計會讓 Maybank 的 EPS 提高 0.81%， 集團 ROE 則從 11.7% 提高到 12.1%。所以這次交易從已經擁有 69.05% 變成擁有 100%， 這也解釋了為什麼 4.83 billion 看起來很大，預計 EPS 卻只提高 0.81%。因為 Maybank 股東新增的主要是原本屬於 Aegis 的那一份盈利，不是整間 Etiqa 的盈利重新算一次。至於 4.83 billion 花的值不值得，還要看融資成本以及 Etiqa 未來可以漲多快。未來增長才是這場交易的重點。那這 4.83 billion 到底算貴還是便宜？先不要被這幾十億嚇到。我們把它換成一間店來看， 15.3 倍 PE， 我們可以簡單理解成這間店現在每年賺1令吉， Maybank 願意付15.3塊買下來。再看 PB， 1.98 倍的 PB， 等於這間公司沒有1令吉淨資產， Maybank 差不多付1.9毛。所以很明顯 Maybank 買的不是年尾大清倉的那種。如果 Etiqa 未來完全不增長，這個回報不能說很吸引。但 Etiqa 也不是一間完全沒有增長的公司。2023年到2025年屬於 Etiqa 股東的盈利 CAGR 大約是 8.4%。所以 Maybank 現在付的不只是 Etiqa 今天賺到的錢，他也提前付了一部分未來的價錢，包括利用 Maybank 現有的東南亞銀行網絡，賣出更多保險，加快區域增長，提高 ROE， 數字化降低成本，以及提高資本管理效率。所以這就是為什麼我覺得這個價格沒有貴到失控，但也絕對不便宜。Maybank 已經先把一部分未來增長算進今天的收購價裡面。所以接下來最重要的問題不是這 15.3 倍 PE 看起來順不順眼，而是 Etiqa 未來的增長真的有機會跑得比現在更快嗎？ Etiqa 最大的增長機會不是突然發明一種全世界沒看過的保險，而是 Maybank 手上已經有一大群現成客戶，
每個月發薪日薪水直接進 Maybank 戶口。買車的時候貸款也是 Maybank 批的，買屋的時候又回到 Maybank 申請房貸。平時刷卡、轉賬、存錢，客戶一直都在 Maybank 的系統裡面。這些潛在客戶不用保險代理在街上慢慢找，他們本來就在 Maybank 的銀行渠道裡面。最實際的例子就是買屋子，想象一下，你坐在銀行的分行裡面，桌上放着一疊房貸文件。銀行職員除了跟你講利率和每個月供多少錢，也可能向你介紹房貸保障，例如 MRTA 或 MRTT， 以及另外的火險或房屋保障。萬一借款人離世或永久完全殘障，這項保障可以用來償還剩餘房貸。抵押給銀行的房屋通常也需要基本的火險或房屋保障。同一個客戶原本只是來借錢買屋，最後可能同時使用房貸和保險產品。Maybank 不需要重新打廣告，找電話號碼，再慢慢說服一個完全陌生的人。當客戶已經來到銀行，房貸需求和相關保障需求也同時出現，這就是銀行保險渠道的價值。2025年 Etiqa 承保的保險保費和伊斯蘭保險款項規模大約是 12.9 billion， 其中約 40% 來自銀行渠道。換算下來，目前銀行渠道帶來的規模大約是 5.2 billion。 Maybank 的目標是到2030年把整體保費的 CAGR 推高至最高 15%， 同時把銀行渠道佔比提高到約 50%。如果從2025年到2030年，每一年都做到 15% 的增長上限，那麼整體保費和伊斯蘭保險款項規模可能從 12.9 billion 擴大到接近26 billion。也就是說，按照管理層目標的上限來算，銀行渠道帶來的保險業務可能從大約 5.2 billion 擴大到接近13 billion。這裡要注意，26 billion 的整體保費不等於當年的 revenue。在會計準則下， revenue 是根據公司當期實際提供的保險服務來確認，也會排除投資成分。有些保障要提供幾年，公司只能隨着保障期間慢慢確認 revenue。 讓我們換成另一個角度來理解，過去10年 Etiqa 在馬來西亞的保險和伊斯蘭保險業務年均增長率為 7.3%， 高過行業的 4.6%。 人壽保險和家庭伊斯蘭保險增長率是 9.2%， 也高過行業的 6.9%。 不過保險賣得更多不代表 profit 一定同步增長。假設一間保險公司收到100令吉保費，結果賠掉85令吉，再付15令吉佣金和營運成本，那根本 profit 就沒剩多少了。市場現在可能只看到 Maybank 以後可以多拿 Etiqa 最後 30.95% 的 profit， 但 Maybank 真正想買下來的可能是更長期的東西。他們要把銀行客戶、保險產品和整個區域分銷渠道連在一起，讓同一個客戶更多的金融需求有機會繼續留在 Maybank 集團裡面。這才是 4.83 billion 背後真正值得討論的增長故事。不過這裡還有一個很關鍵的問題， Maybank 本來就已經持有 69.05%， 也早就控制 Etiqa， 以前已經可以做銀行保險、數字化和區域擴張，現在買完最後 30.95%， 到底多了什麼？最直接的答案是利益完全一致。假設 Maybank 用自己的銀行渠道幫 Etiqa 賣出更多保險，以前每多賺100令吉，還是有 30.95 令吉屬於 HSI。以後 Maybank 繼續投入客戶資源、系統和員工，增加出來的經濟利益就全部屬於 Maybank。這就是 100% 持股最直接的好處。第二，決策可能更簡單。假設 Etiqa 未來要推出新的保險產品，投入更多數字化，或者決定把賺到的錢留下來繼續擴張，以前除了 Maybank 自己的想法，也要兼顧 AJ 作為股東的利益。如果交易獲得 BNM 批准，
Maybank 持股提高到100%以後，股東層面的協調可能少一層。Maybank 在戰略安排和資本配置上可能更靈活，至於決策實際可以快多少。總之，100%持股可以讓利益更一致，但不會自動讓客戶更多，成本更低， profit 更高。那未來要看到什麼，這筆收購的機會才會大過風險？我認為看3張成績單就夠了。第一張，看 Etiqa 有沒有越來越會賺錢。從2023年到2025年 ，Maybank Aegis 的盈利平均每年增長大約 8.4%， 已經高過相關行業。如果未來還能穩定維持，其實不算差。但 Maybank 付的是 15.3 倍 PE， 所以單靠增長高過行業還不夠。真正要看的是保費增長的同時，屬於股東的盈利有沒有同步增長， ROE 有沒有提高。管理層目標是把 ROE 從現在的 12.3% 推高到2030年的中雙位數水平。對我來說，如果可以做到推高 ROE， 那麼這筆收購的邏輯會更加說得通。如果未來保費越賣越多， ROE 卻繼續卡在 12% 左右，就像一間店越開越大，貨越擺越多，但是每投入100令吉，賺回來的錢沒有增加。第二章，不能為了擴張保險生意，反而把銀行主業的彈藥先用掉。Maybank 會同時使用內部資金和外部融資。Maybank 一邊要付融資成本，一邊還要保留足夠資本，繼續放貸款和派股息。所以未來要看借錢成本會不會太高， Maybank 還有沒有足夠資本繼續放貸款，股息會不會受到影響。很多人買 Maybank 不只是因為它是全馬市值最大的銀行，也是因為它長期派息相對穩定。如果未來賺回來的保險盈利大部分拿去付融資成本，甚至影響股息，那就是拿一個已經兌現的價值去換一個還沒有兌現的增長故事。第三章 Aegis 離開以後，營運不能斷層，要觀察核心管理層有沒有離職，產品推出有沒有變慢，索賠和風險管理有沒有惡化，在保險安排有沒有變化。如果這些數字保持穩定，說明 Maybank 順利接棒。如果人才開始流失，風險成本上升，區域擴張又一直燒錢，那原本的正面邏輯就要重新檢查。那市場現在到底怎麼看這筆交易？而這筆 4.83 billion 的收購，對 Maybank 大約130 billion 的市值來說，還不到 4%。換句話說，這是一筆重要交易，但還沒有大到可以單獨改寫整間 Maybank 的命運。交易公布當天， Maybank 股價只是小幅下跌，幾乎無感。市場的反應很簡單，沒有嚇跑，也沒有興奮到衝進去搶。市場現在做的其實就是觀望。Maybank 花 4.83 billion 不是第一次買下 Etiqa， 他買的是最後 30.95% 的盈利，也是 Etiqa 未來增長的全部經濟利益。這項交易真正的機會不只是保險賣多一點，而是 Maybank 手上本來就有一大批客戶，從薪水戶口到房貸，從信用卡到財富管理。Maybank 想要的不只是一個客戶供房貸時賺到的利息，他希望陪着同一個客戶，從領薪水、買車、買屋到保險和財富管理，每一個階段都繼續留在 Maybank 集團裡面。Maybank 買到的可能不是一單保險生意，而是一個客戶未來幾十年的金融關係。這筆收購不算是便宜，未來的synergy效應有沒有跑出來，也要時間觀察。只要 Maybank 的資本和股息沒有明顯受到影響，同時 ROE 能夠持續改善，我會認為這筆交易至少不差。這是我答應觀眾接下來要 cover 的公司。如果你喜歡我的視頻，記得 like and share。我們下期見。